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将为大家解读丹尼尔·内特尔博士的《幸福的意外真相》。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幸福？每个人都渴望幸福，但与金钱不同，幸福无法量化。实际上，大多数人甚至不清楚什么对自己来说是幸福，更不用说如何实现幸福了。因此，今天我要推荐一本特别的书，它将告诉我们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才能获得幸福。书中包括以下3个部分的内容：第一，立刻搬家，容易不幸福的人的5个危险特征；第二，幸福能够遗传吗？最新研究揭示的令人惊讶的幸福学；第三，4种让任何人都能获得幸福的方法。本书基于最新的心理学研究，具有科学的证据，可以说是目前最接近真相的幸福理论。通过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揭示了幸福与遗传的关系，以及一些能够立竿见影地带来幸福的精神科处方药等。本书包含了大量关于幸福的最新信息，这些内容都非常有趣，希望大家能坚持看到最后。那么，让我们现在开始吧。第一部分，立刻搬家，容易不幸福的人的5个危险特征。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现在幸福吗？恐怕很多人都无法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很幸福。据说日本的幸福度排名在全球范围内非常低，所以日本人不能自信地说自己幸福，也许是有原因的。幸福和不幸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但至今我们仍未完全弄清楚幸福的本质。然而，通过各种心理学研究，我们发现不幸福的人确实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本章中，我们将首先解释这些特征。以下是不幸福的人共有的5个特征：一、相对于容易感受到不安的女性，更多的是不太容易感受到不安的男性；二、明确地说是未婚的人；三、根据最新心理学研究，一生都无法获得幸福的人；四、对幸福有一种固定观念的人；五、家附近有某种特定环境的人。听到这些特征，可能有未婚人士感到绝望，认为自己因为未婚就无法幸福。但请放心，未婚并不一定意味着你永远无法幸福。下面我们将详细探讨这些特征。容易不幸福的人的危险特征之一，不容易感到焦虑的男性。在心理学中，通常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焦虑和悲伤等负面情绪。然而，本书指出，不幸福的人中，男性多于女性。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数据。根据一项调查，受访者被要求对生活满意度进行10分制评分。结果显示，女性的平均得分为 7.34， 而男性的平均得分为 7.23。虽然差距不大，但可以看出男性的生活满意度略低。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女性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且由于性别特有的疾病等原因，女性在身体健康方面也更容易受到心理影响。那么，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感到不幸福呢？实际上，这与幸福不仅仅受负面情绪影响这一事实有关。作者指出，负面情绪和正面情绪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女性不仅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同时也更容易体验到强烈的正面情绪。换句话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情感波动比男性更剧烈。这种情感波动正是导致女性幸福感较高的原因之一。反过来说，男性由于负面情绪较少，正面情绪也相对较弱，这反而导致了幸福感的下降。当然，负面情绪令人不快，但如果有强烈的正面情绪加以抵消，幸福感反而会提升，这一点可能出乎意料。男性朋友们，与其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排除负面情绪，不如尝试培养和增强正面情绪，这样可能更有助于提升幸福感。容易不幸福的人的危险特征之2，未婚人士。接下来要谈到的是未婚人士。这个话题可能有点让人不快，但它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仔细听听。如今，结婚与否是个人的选择，很多未婚人士也在享受自己的生活。然而，统计数据显示，已婚者的生活满意度普遍高于未婚者。根据一项调查，已婚者的生活满意度平均为 7.5， 而未婚者的生活满意度则为 6.5。
这表明已婚人士普遍比未婚人士感受到更多的幸福。那么，为了获得幸福，是否必须结婚呢？未婚生活是否真的不如已婚生活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同一项调查还显示，曾结婚但后来分居或离婚的人，其幸福感比未婚人士更低。在日本，每3对夫妇中就有1对离婚。如果再加上那些法律上未离婚但实际上已分居的夫妇，大约有1半的已婚人士的幸福感低于未婚人士。因此，尽管统计上显示已婚者的幸福感高于未婚者，但这仅限于那些婚姻顺利的夫妇。另一方面，有1半的可能性是，结婚后幸福感会低于未婚。因此可以说，结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关于幸福的赌博。容易不幸福的人的危险特征之3，从心理学角度看，一生都无法获得幸福的人。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可能对大家来说比较陌生，但却非常重要。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将财富分为2种类型，将财产分为地位财和非地位财2种。前者指的是像金钱和汽车这样的财产，其价值是通过与周围人比较而确定的；而后者指的是健康和自由等，他人所拥有的并不影响我们获得喜悦的事物，被称为非地位财。而心理学是研究地位财对心理活动的影响的学科，作者称之为地位心理学，认为这是人类环境适应能力进化的结果。我们人类的祖先生活在环境中，无数生物共存，后代能否存活取决于相对地位，而非绝对自由或健康。他们通过在树上爬得更高、制作更锋利的刀等方式，相对于周围的动物来取得进化优势，从而生存下来。由于这样的历史演变，我们人类倾向于认为，只要拥有相对较多的地位财，就能够获得幸福。但众所周知，贪婪是无穷无尽的。无论我们积累多少财富，一旦看到比自己更富有的人，就会感到绝望。真正带来幸福的东西，还是健康、自主性等非地位财。换句话说，从地位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追求地位财的人永远无法获得幸福，除非意识到这一点，否则他们将永远生活在不幸中。容易不幸福的人的危险特征之4，对幸福有一种固定观念的人。在社会学中，人们常认为，当人类面临2难选择时，他们会选择最大化结果的选项。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在追求最大化幸福的选择，那么不幸的情况就不应该存在。换句话说，我们在做出选择时，并不总是以它对我们自身幸福的程度为标准。那么，我们到底是以什么为基准做出选择呢？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观察周围的人都做出了什么选择。如果您身边的人都骑着摩托车或者开着小汽车并感到满足，那么您可能也会感到满足。但是，在一个人们普遍开豪车的社会中，您可能就不会再对开小汽车感到满足了。换句话说，我们在做出选择时，往往是依据社会所营造的幸福观念和幸福感。这种观念可以说与之前提到的地位财一样，都属于心理学中的地位财富，即我们根据与他人的比较来评判自己的幸福程度。由此可见，我们经常因为错误的幸福观念而错过了真正能让自己幸福的选择。人类真是一种愚蠢的生物啊！最后，我们来谈谈一个略有不同的话题：容易不幸福的人的危险特征之5。家附近有某种特定环境的人，通常我们很快就会适应幸福和快乐。相反的，即使遇到悲伤或痛苦的事情，我们也会通过适应来克服困境。然而，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我们永远无法适应的事物，例如后天的残疾或疾病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各种统计数据显示，长期患有严重疾病或残疾而不得不放弃工作的人的生活满意度相当低，并且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此外，还有一些意外的事情被发现能够降低我们的生活满意度，其影响与疾病一样严重。这个意外之物就是噪音。根据一项调查，针对新修建的道路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调查，询问了道路通车1年后他们的心境变化。起初，大多数居民都对噪音感到不适，
但他们认为时间久了就会适应。然而，令人意外的是，1年后再次调查发现，对噪音的不适感几乎没有改变，证明了我们对噪音永远无法适应。可以看出，噪音对我们的幸福度的影响与疾病一样严重。如果您受到家附近噪音的困扰，请考虑立即搬家。搬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可能会极大地提升您的幸福感。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容易感到不幸的人的5个特征。也许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一些特征，但是通过这个视频的后半部分将介绍的方法，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幸福，请务必继续观看。第2部分，幸福能够遗传吗？根据最新的研究，幸福学揭示了容易感受到幸福的人的特征。如果您发现自己符合其中的一些特征，您可能会想立即了解如何应对。首先，让我们从本书的核心部分开始，即最新的心理学研究中学到的幸福学。通过理解本书的内容，您将能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的章节所介绍的内容。您应该可以更有效地将幸福的方法融入到您的生活中。与身体健康相比，我们感受到的幸福情绪很难量化，似乎是一种主观的、难以分析的东西。但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是令人瞩目的，许多关于人类幸福的谜团正在得到解答。接下来要解释的是幸福学中的一些观点。第1个观点，遗传是否会影响幸福？第2个观点，随着收入增加，幸福感为何会减弱？第3个观点，人只要捡到1点钱就会感到幸福。虽然其中有一些学术性的内容可能比较难理解，但我会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请务必看到最后。幸福学的第1个启示：幸福是可以遗传的吗？我们常说性格是遗传的，那么幸福呢？我们的幸福程度是否也受到遗传的影响？残酷的事实是，答案是肯定的。通过各种研究，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幸福程度并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一项持续长达12年的大规模调查测量了同一人的幸福度，结果显示，即使经过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被调查者的幸福度几乎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这12年间，生活状况可能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有些人的收入可能大幅波动，但幸福度却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说明一个人的幸福度更多受到自身天生性格的影响，而不是生活环境的变化。换句话说，幸福最终也像性格一样受到遗传的影响。有一项有趣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幸福是可以遗传的。这次研究与之前的调查有点不同之处在于，发现了许多异卵性双生子的幸福度与性格之间存在相关性。换句话说，如果异卵性双生子 A 在9年前幸福度较高，那么他的兄弟异卵性双生子 B 在9年后的幸福度也往往较高。此外，即使异卵性双生子在出生后立即被分开养育，他们也得出了与一起成长的异卵性双生子没有太大差异的结论。异卵性双生子可以说是具有相同基因的克隆体，因此这项研究证明了我们的幸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影响，而不太受生活环境的影响。幸福的父母的子女可能也会幸福，不幸的父母的子女可能会不幸。尽管这种情况很残酷，但研究结果非常引人注目。幸福学的第2个观点，随着收入增加，幸福感为何减弱？尽管日本是世界第3大经济体，但日本人的幸福度却相对较低，这是大家都听说过的事情。在2022年的世界幸福度排名中，日本排在146个国家中的第54位，比如尼加拉瓜等非常贫穷的国家的幸福度要低得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有钱未必就会幸福。相反，最新的研究表明，随着收入增加，幸福感可能会减少。当工资增加时，每个人都会感到高兴，但这种喜悦是暂时的。长期来看，升职并不意味着会变得幸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所谓的适应现象。即使加薪，我们也会逐渐适应新的工资水平，从而降低幸福感，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现象。关于幸福和适应关系的研究，早在1971年就已经指出，即使是中了彩票赢得巨额财富的人，幸福感只会在最初的时候上升，几个月后幸福感就会逐渐消退。随着财富的增加，
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持续发展，人们变得越富有，理想生活的期望也越高。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导致幸福感下降。第三个观点介绍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幸福学理论：人只要捡到一点钱就会感到幸福。在一项关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中，研究者将测试者分为2组，其中一组测试者们在调查前被安排偶然捡到一枚硬币。结果显示，捡到硬币的测试者表现出比未捡到的测试者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这表明我们的幸福感更多受当前情绪的影响，而非过去生活的影响。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反向情况。如果一个人在遭遇不愉快事件后被问及是否幸福，他们不太可能会回答是。因此，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可能应该尽量用积极的情绪填充当前的时刻。然而，人类的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幸福程度确实受当前情绪的影响。但在回顾过去时，我们往往会因为过去的负面经历而感到当前的幸福。换句话说，过去的不幸可能会增强当前的幸福感。为了验证这一点，进行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测试者被分成2组，其中一组被要求回忆过去的负面经历，而另一组被要求回忆过去的积极经历。回忆过去负面事件的人在报告自己当前幸福感时，比起回忆过去积极事件的人，申报幸福的比率更高。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在思考幸福时，经常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来做出判断。因此，回忆过去积极事件的人可能会觉得当前状态与过去相比有些不如意，而回忆过去负面事件的人则会觉得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更好一些。这3项关于幸福的最新科学研究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幸福是否由遗传决定？是否只需捡到一枚硬币就能感到幸福？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但反过来说，我们的幸福也许可以通过这些简单的方法来获得。与其将幸福视为一种伟大而受人爱戴的东西，不如将其视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事物。也许认识到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的点滴之中，是踏上幸福之路的第一步。第3部分，4种让任何人都能获得幸福的方法。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关于不幸的人的特征以及一些直接的幸福研究。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些确保幸福的提示，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更接近幸福。我们将介绍确保幸福的5种方法。1、最新的抗抑郁治疗方法使用的对抗性训练。2、追求社会地位胜过追求收入。3、决定自己的生活。4、成为阳光型、积极向上的人。让我们逐一解释一下每个方法。方法1：对抗性训练。对抗性训练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被认为是治疗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一种认知行为疗法。虽然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不依赖药物的心理疗法，但在日本也被正式纳入保险范围，绝非可疑之物。而如今备受瞩目的对抗性训练，则是对认知行为疗法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训练中，患者被要求直接判断自己喜欢什么，并将其列出，然后频繁地采取这些行动，随后通过分析获得的数据，确定哪些行为与患者的积极情绪相关联。由此浮现的行为因人而异，但通常被认为是与朋友交流、运动和旅行等活动有关。尽管在美国这种训练被用于抑郁症的治疗，但研究表明，即使是健康人也会提高幸福度和自我评价。如运动和旅行确实非常重要。每个人都能确保变得幸福的方法2：追求社会地位胜过追求收入。尽管日本作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却在幸福度排名上常常落后于以贫穷著称的尼加拉瓜。这表明我们的幸福并非总是与经济繁荣成正比。然而，当我们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时，就会发现高收入群体，如律师和公司高管，往往比失业者更幸福。虽然收入与幸福没有直接关联，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作者认为这是社会阶层所反映的结果。换句话说，律师和公司高管之所以幸福，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工资高，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高。
相反，失业者之所以不幸，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收入低，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低。这一点在比较相同社会阶层的人时尤为明显。多项研究显示，当比较同一社会阶层的人时，收入与幸福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此外，据说当比较高收入但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与收入低但社会地位高的人时，后者更幸福。例如，与专业的赌博玩家相比，低收入但社会地位较高的教师往往更幸福。因此，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为了追求幸福，我们应该优先追求社会地位，而不是仅仅追求收入。确保每个人都能确实变得幸福的方法3：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尽管听起来有些重复，但研究表明，人类更容易在能够自主选择并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工作中感受到幸福，即使收入较低也是如此。有研究显示，自主性与幸福度之间存在着20倍的相关性。此外，对于收入较低但自主性较高的人和收入较高但自主性较低的人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前者的生活满意度要远高于后者。就像之前讨论社会地位一样，如果想要幸福，就应该重视自主性，而不是仅仅关注收入。确保每个人都能确实地变得幸福的方法4：成为阳光型、积极向上的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性格主要可以分为2种类型，一种是神经质倾向，这种性格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据说日本人中神经质倾向的人比较多。另一种是外向性倾向，这种性格更倾向于持有积极的情绪。由于他们具有社交能力和行动力，有时也被称为行动性倾向。从幸福的角度来看，显然是神经质倾向的人更容易不幸，而外向性倾向的人更容易幸福。更准确地说，即使在相同的幸福水平下，神经质倾向的人可能会感觉到不幸，而外向性倾向的人则可能感到幸福。此外，作者指出，外向性倾向的人不仅天生容易持有积极情绪，而且相较于内向的人，他们更容易经历与朋友的愉快相处和令人兴奋的恋爱，进一步提升幸福感。因此，总的来说，如果想要变得幸福，就应该朝着阳光、积极向上的方向努力，不要在乎死板的束缚。换句话说，尽管神经质倾向并不是坏事，但在追求创造性和领导力等方面的人，通常更容易在艺术和商业领域获得成功。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神经质倾向的人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同时吸取阳光、积极向上的一面，这可能是通往幸福的最佳途径。由于这是一本英文书籍的翻译，内容可能有些复杂，但基于心理学的最新研究，内容非常有趣且深入。了解这些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幸福感，并采取更有意义的方式来追求幸福。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